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八哥。然后今天在豫南北京这块遇到的山东小伟，还遇到了这个江夏文，这会儿我们在这边坐着聊了一会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山东小伟，和八哥第一次见面是2019年，今年又见到了啊，昨天刚来的，然后八哥给我发消息，昨天比较忙，今天见到他了，真的很亲切，八哥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对，很善良。是这样的哈，今天在北宁，在贵武这个工业区啊，有幸跟八哥还有小伟他们，在一起，相遇，也是一种缘分。是这样的哈，今天跟八哥还有山东小伟，在北宁贵武这个工业区啊，有幸跟大家，坐在一起聊一聊，然后的话，刚刚也在这里交流了很多关于在越南这边的一些生活经验，以及这边的文化风俗这些方面。然后的话，八哥，你今天来这边第几天了Hello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来豫南的话，今天应该是第6天了吧？在老街待了两三天，然后又去山里面农村待了1天，然后到河内待了1天，然后现在到北京这边第2天了，然后在这边先待一段时间吧。那现在在北宁今天是今天第2天了。第2天。在北京第2天。昨天下午到的哈。对，昨天下午到的，对。小伟跟八哥也认识了好早。对，19年在华念湖见过。对，19年的时候。在北宁也见过。对，19年的时候在豫南见2次。那现在也应该有好几年了。时隔3、4年了，又再次见。确实。也是缘分的。对，也是有一定的感情哈。到了这边来了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，今天是第2天，也是一直之前看八哥的视频，然后小伟呢也是关注了，一直也是看他们的视频，但是来了这边跟大家见了一面，也是非常的不容易。不知道。那我们等一下出去的话，可以到街道上面去走一走，去看一看哈，看看。可以看一下北京这边这个风土人情，然后看看这边这个环境。好几年没来了，这边现在发展的还可以，比之前的话要发展的好多了。现在这边工资水平也涨起来了。我感觉现在过来在这边找老婆没有前几年好找了。先待1个月再看吧。你这里住的宾馆是自己在这里找的宾馆吗？还是多少钱啊？这里宾馆？这宾馆是28万。你过来就是直接找这个宾馆吗？过来应该找了好几个，但是价格都比较贵，后来就找了这边这个比较便宜，所以就在这边住下了。对，是这样的哈。如果要是大家过来这边的话，他这边没有那个青旅哈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来这边想稍微节省一点、经济一点的，就是自己提前找好伴来这边，或者找个1个伴、2个伴也行。到这边来住宾馆，这样子价格更实惠一点，几个人一起分担宾馆的费用嘛，是这样一个情况。对，一个人住的话是20万或者25万，他是2个人、3个人的话，这是28万，这还算是一个比较便宜的宾馆。对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出门在外还是有朋友一起相互还是比较好哈，我个人这样觉得。这是我个人的感觉，就是跟大家一起啊，相互结伴同行，相互有个照应我觉得呢，来这边找老婆，如果也不是不可以。这边呢，总体来说呢，现在这个经济水平稍微比以前发展的要高一点，但是呢，来这边如果待时间长还是有机会的。如果要是反正短时间内刚开始来还是找不到，还是总体来说来这边如果要是时间长，扩展自己的交际圈还是有机会的，还是有机会能碰到真爱。对，这个反正刚开始来的话，这还是得有个过渡期，得慢慢的去认识更多的女孩子。刚开始可能也比较难找，
但是还是得有点信心。我这个人是比较浮躁，走哪里待几天就想跑。对，现在这边八哥，你如果在这边的话，先待个1个多月吧。待个1个月，先看看情况。就是说，不要被别人的思想所左右你的想法。但是我感觉现在在这边找对象的话，比3年前的话要难得很多了。我感觉。对，越往后去肯定是越难。但是这个信心还是要给自己打足，充满信心。对。现在越南这边的话，好像也有很多找不到老婆，因为他们这边现在男女比例也差不多的，不像以前的那种男的少女的多，好找对象了。现在他们这边好像也有很多越南人，他也娶不到老婆。所以我感觉。但是失败的例子也多，但是也有成功的例子。不仅要看失败的例子，也要看成功的例子。有的人他也是说过来旅游一段时间也找到了，也有人找到了。对。就是失败的例子和成功的例子相比的话，还是有机会的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哥。今天中午跟这个山东小伟还有江夏文都见面了，然后我们在宾馆里面坐着聊了很久，聊了好几个小时啊。说实话，现在来越南找老婆的话，还是有点困难了，还是有点难了。像我们这种在越南没有生意做、没有工作的话，我感觉几乎可能没有多大的可能性啊，几乎没有可能性，估计找不到。像山东小伟他在这边有工作，工资还是相当可观的，他在这边也待了好几年了，现在也没有找到。听说最近找了一个，但是也是正在谈，还没有谈成，也没有结婚。他在这边有工作，收入还是挺好的。这几年了，到现在也没有找到。像我这样没有工作、没有生意的，可能很难了，真的很难了。所以大家现在想来越南找老婆的话，尽量还是要3、4人后行。现在的越南不是以前的越南了啊。想来找的话，估计，可能要耗费更多的时间，更大的精力，更多的金钱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估计可能难找。像山东小伟，他说他的一个同事，在这边都上班上了3年了，现在也没有找到，所以我感觉还是挺难的。这江夏文也来了好几次越南了，今年也来了几次了。他们都会说越南语啊，他们越南语都说的是挺溜的，到现在也没有找到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挺难的。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信心，但是既然来了，就再待一段时间吧，管能找到还是找不到，先待一段时间吧。实在找不到的话，就当出来是旅游了；实在找不到的话，就当出来逛了。正好3年了都没有来越南了，这次来越南的话就当过来看看，过来逛逛。找对象这个事情的话就附带着吧，就是看缘分了。有缘的话找，没有缘的话也不能强求啊。然后我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越南这边的街景，看一下这个越南最大工业区的这个街道景色。啊，这个中午有点热，我就准备回房间休息的，就不在外面逛了。说实话，越南这边的话，它天气比较热，中午的话基本上没什么人，一般情况下都是晚上人比较多一点。白天的话，大家都是睡觉的，街道上基本上没什么人。因为越南这边的话，它天气很热，就现在马上11月份了，它中午还是30多度的天气。晒得受不了，现在晒得我眼睛都睁不开，满头大汗，衣服都湿透了，所以我就不准备逛了。现在我回去的，我镜头转过去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工业区的这个景色，我就不拍了。大家看，这就是越南的工业区啊，越南北宁最大的工业区。这块云集了几十上百家中资工厂，
还有一些韩国工厂。所以这块的话，打工的人特别多，这块企业特别多。再往北京那块去，还有一条中国街呢。大家看一下，对面全部都是工厂。这个对面马路两边，都是一些大的企业，基本上都是代工企业。这几年的话，咱们中国这边很多这个代工企业都转移到越南这块来了，所以这个也带动了越南这边的这个经济发展。因为很多这个低端加工企业、低端代工企业现在都转移到越南这边了，因为越南这边的话成本比较低，工人工资比较低，所以很多工厂都搬到这里来了。现在把这边的这个经济也带动起来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观看。